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托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从乡下人的悲歌说起。昨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观看了一部电影《乡下人的悲歌》，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故事的主角来自中西部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从一个社会底层的乡下人，经过艰苦磨难，最后一跃升为社会的精英的过程。他就是几年前成为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又在不久前被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万斯。看着电影画面中熟悉的生活场景，几位弟兄姊妹说，他们就是在俄亥俄州这样的小镇上长大的。伴随他们成长的是非常粗鄙和糜烂的生活，家暴、酗酒、毒品、犯罪屡见不鲜，人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没有目标，没有指望地活着。我们或许赞赏电影中的主角能从这样的成长背景里走出来，并且有力量回来面对自己的源头和琐事。然而那些少年人的迷失和放纵，中年人生活的重担和无力回天的挣扎，老年人等死的绝望，仍然在荧幕外现实的社会中不断上演。也许生活的场景有所不同，然而我们如果审视自己，和剧中的人一样，我们的成长背景也是这样一个不可能走出的泥淖。乡下人的悲歌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故事。最近一次的工作机会，我跟几个姊妹们来到与影片中相似的一个小镇，参加一个学校和社区组织的活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大学教授，和我一样也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来美国求学和工作的。在他与我们短短的接触里，他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肆无忌惮的谈吐中，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不自信，没有安全感。震惊之余，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我从前也坚定地相信，为着自己利益的计算和考量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又何尝不是那个迷失在自己里的少年，吸食自私自利这个毒品，沉醉在最终之乐里，变得麻木、刚硬，甚至残暴无情的伤害人性的知觉，也会孤独的在自己一切的对错和逻辑的挣扎中老去。和我一样，这个大学教授，他是一个被困在那座我们出生的小城中，而无法摆脱这个咒诅，需要得着救恩的可怜人。电影里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个年轻人是怎么从他成长泥淖中走出来的，只是在一些抉择的时刻加上了记忆的注脚，试图解释他的决定。作为信徒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时刻的确是无法解释的。我们都在自己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和其余的人一样。然而神丰富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这些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局外人，靠着基督的血成了神家里的亲人，享受我们原本不配得的最高的人性。影片中，母亲看着在耶鲁读书的儿子，不知道他是怎么走了这么远。儿子回答，我其实也不知道。的确，那些成长的背景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然而主自己付了代价，赋予了我们一条活路，可以放下一切。这个领域的跨越超越一切阶级，是地位的成就的跨越。主啊，感谢你拣选和预定了
我们这些与你的生命和应许如此远离的乡下人。因为你，我们的人生从没有指望的乡下人的悲歌，变成了神儿女的歌中之歌。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